欢迎回来。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你肯定很熟悉的节日——中秋节。你看，现在街上到处都是月饼，还有各种活动，挺热闹的。但这背后到底是怎么来的？有什么故事、历史什么的？我们也是看了看。关于这个中秋节的一些说法，它的起源呢、传说这些。这次呢，就想跟你一起把这个节日的来龙去脉捋一捋，看看它为什么这么特别。说真的，每年看着月亮一点点变圆，各种庆祝活动也开始了，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会忍不住想，哎，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开始的呢？好，那咱们就从最开始的地方说起吧。中秋节它最早是个什么样子？它跟月亮的关系，是一开始就这么近吗？这个节日的源头确实挺早的。最早能跟上古时候那个祭月的习俗联系起来。你想古人那个时候对天地自然，特别是太阳、月亮、星星这些，心里是挺敬畏的。能理解。当时科学不发达吗？对，他们就观察月亮，发现它有圆缺变化，觉得很神秘。而且呢，他们也感觉到这个月亮好像跟潮汐有关系，跟种地、收成，甚至可能跟女性的一些周期都有关系。我观察得很仔细啊。是的，所以呢，到了秋天收获的季节，差不多就是秋分前后吧，代表季节转化了嘛。这个时候，一些部落或者社群就会搞一些仪式，祭拜月亮。对，就是祭拜他们想象中的月神。一方面是感谢自然的恩赐，另一方面呢，也是求个好彩头，希望接下来能丰收，能平安安的。也就是说，最开始的想法其实挺实在的，就是跟生存、跟收成有关系。那会儿应该还不叫中秋节吧？没错，那个时候更像是一种跟生活节奏结合起来的季节性祭祀，日子也不一定就固定在8月15，而且它还没有后来那种一家人团聚一起看月亮那种文化感觉，名字固定日期都要晚很多才出现。明白了。那这种比较原始的祭月习惯是怎么一步一步变成我们现在熟悉的有点诗情画意的中秋节，还成了一个挺重要的家庭节日的呢？这个过程大概是怎样的？这个关键的变化和定型主要是在唐朝和宋朝。唐代的时候，国家强盛，社会也比较开放，文化艺术方面那真是非常繁荣。对，唐朝文化确实很厉害，很多浪漫的色彩，赏月就变成一种时尚了。文人墨客写了很多关于月亮的诗词老百姓呢也喜欢在月亮好的晚上，特别是觉得月亮最大最圆的8月15前后吧，聚在一起喝酒看看月亮，享受一下。这个我懂。唐诗里写月亮的太多了，意境都特别好。虽然不一定都是中秋节写的，但像什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种句子一出来，那种中秋看月亮、想家想朋友的感觉一下子就有了。这种文化氛围肯定对节日形成有很帮助。对，就是这样，文化上的铺垫很重要。然后到了宋代呢，中秋节作为一个固定节日，这个地位就完全定下来了。官方会放假，民间的庆祝活动也更普遍、更热闹。像北宋那个《东京梦花录》里面就写了当时汴京城过中秋的热闹样子，整晚都不睡，特别繁华。酒楼里到处都是音乐，大家抢着找看月亮的好地方。而且中秋节最有代表性的吃月饼，也是在宋代开始真正流行起来的。月饼的流行还有说法？有的。一些记录说月饼可能更早就有雏形了，但一般认为是在宋代，它才作为中秋节特定的食品开始普遍起来。最开始可能叫小饼或者月团什么的，后来在宫里头叫宫饼，是皇帝赏给大臣的。宫廷点心儿。
对，因为它圆圆的，正好对着中秋月亮圆的主题嘛，象征团圆美满，所以很快就从宫里传到民间了，然后就变成了家家户户中秋节都要吃的，用来分享、寄托团圆想法的那种点心。做法呀、馅儿啊，也慢慢变得越来越丰富，各地都有自己的特色了。这么一说就很清楚了，从最开始祭拜自然，到后来文人赏月，再到宋朝大家都参与进来，吃月饼盼团圆变成固定节日，这个演变过程，还挺有意思的。不只是定了个日子，更重要的是文化含义一层层加上去了。好，聊完了历史，中秋节最让大家爱聊的，恐怕还是那些跟月亮有关的神话故事吧。这些故事给节日加了好多神秘感和浪漫色彩。要不咱们先从最有名的那个嫦娥奔月开始。这个故事，感觉很多人对月宫的想象都是从这儿来的。没错，嫦娥奔月确实是中秋文化里最核心，也是，怎么说呢，带点悲剧色彩的一个故事。故事背景是尧帝的时候，传说当时天上有10个太阳。10个太阳，那得热死了吧？可不是嘛，大地都快烤焦了，庄稼活不了，老百姓日子特别苦。这时候就出来一个大英雄，叫后羿，剑法特别好，他就跑到昆仑山上，咻咻咻几箭儿射下了9个太阳，就留了一个按时上下班。这下可救了大家了。后羿成了大英雄。传说西王母为了奖励他，给了他长生不老的仙药。对，就是这个仙药。据说普通人吃了立刻就能飞升成仙。但是呢，后羿特别爱他妻子嫦娥，舍不得自己一个人成仙，就把这药先交给嫦娥收着。但是这事儿被后羿一个徒弟知道了，叫冯蒙，心术不正啊，坏人要出场了。是的，这个冯蒙就惦记上仙药了。他瞅准一个机会，后羿带徒弟们出去打猎了，他就拿着剑闯到后羿家里，逼嫦娥把药交出来。那嫦娥怎么办？嫦娥一个弱女子打不过他呀，情况特别急，为了不让仙药落到坏人手里，她一着急就把药自己给吞了。药劲儿一上来，嫦娥就觉得身体变轻了，控制不住的往天上飘。但她心里又放不下后羿，就选了离人间最近的月亮，飞到哪儿去了。从此就住在冷冷清清的月宫，也就是大家说的广寒宫。唉，这个结局真是充满了无奈和牺牲。英雄救了世界，却跟爱人分开了。难怪这故事流传这么广，他碰到了大家心里关于爱、牺牲、分离这些很普遍的感情。是啊，后羿打猎回来，发现妻子没了，特别伤心。他晚上抬头看天，发现那天晚上的月亮，特别圆，特别亮，上面好像还有个影子，模模糊糊看着像嫦娥。于是呢，他就在院子里摆上桌子，放上嫦娥生前最喜欢吃的那些水果点心对着月亮思念妻子。邻居们知道了这事儿，觉得嫦娥挺可怜的，也跟着学，就在月亮下面摆东西祭拜，一方面是纪念嫦娥，另一方面也是向月亮里的这位仙女祈求平安吉祥。所以说，中秋拜月的习俗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么来的。这个故事给中秋的月光加了好多思念和祈愿的味道。这么说，这个传说的影响确实是太大了。不过，故事里嫦娥好像也不是完全一个人，经常听说还有玉兔和吴刚，特别是吴刚，他好像一直在月亮上砍一棵桂花树，这是为什么呀？也是被罚了吗？吴刚伐桂也是中秋传说里一个特别经典的画面。关于吴刚是谁，有几种说法。比较流行的一种是说，他原来是西河人，本来想修道成仙。想成仙，挺好啊。但他这个人吧，性子有点急，做事没长性，学东西总是学一半就扔了。天帝知道了就有点生气，觉得他这样3天打鱼2天晒网的，成不了大事儿。
所以就罚他去月亮上砍树。那棵树很特别吗？对，就罚他去砍月宫前面一棵大桂树。传说那树有500丈高，换算一下得1500多米呢。而且这棵桂树不一般，它有自我修复能力。不管吴刚用斧子砍多深的口子，那斧合马上就合上了，跟没砍一样。随砍随合。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吴刚就只能在那不停地砍，不停地砍，永远也砍不倒。这就被认为是天帝对他的惩罚，想磨磨他的性子，让他知道坚持的重要性。这听着有点像那个希腊神话里推石头的西西弗斯，感觉是一种永远完不成的任务，挺绝望的。有这种解读，象征一种困境或者徒劳。不过呢，也有稍微积极一点的说法，比如有的版本说，如果吴刚能真正静下心来，一直坚持砍下去，也许总有一天能把树砍倒，到那时候他就能成仙了。哦，还有这种可能。所以吴刚伐桂这个故事，既可以看作是象征坚持不懈，也可以理解成是一种摆脱不了的命运循环。它给中秋的月宫景象又加了一点苍凉和哲学思考的味道。有意思，同一个故事能解读出不同意思。那除了嫦娥奔月和吴刚伐桂这2个大家基本都知道的故事，还有别的跟中秋有关的传说吗？它们又代表什么呢？当然有了，比如刚才你提到的玉兔捣药，这个也跟月宫关系很密切。大家相信啊，嫦娥到了月宫之后，可能天帝觉得她一个人太孤单了，就派了一只浑身雪白雪白的玉兔去陪她。这兔子也不是一般的兔子，它拿着一个玉做的杵，在桂树底下用一个玉酒捣药呢。据说捣的就是长生不老药。啊哈，这就对上了。怪不得中秋节得到处看到兔子的形象，月饼盒上、灯笼上、剪纸上，原来它不光是可爱，还代表着健康长寿、治病救人的希望啊！对，你说的很准。玉兔捣药这个形象，寄托了古人对生命能延续、能远离病痛的一种美好愿望，是中秋文化里一个特别重要的吉祥符号。除此之外啊，还有一个挺浪漫也挺有文人气的传说，叫玄宗游月宫。这个一听就跟唐朝有关系了，是说唐玄宗李隆基吗？就是他。传说啊，有那么一个中秋节的晚上，唐玄宗跟一个会法术的道士叫罗公远，有的版本说是叶法善，在宫里看月亮。正看得高兴呢，那个道士就施法，把他手里的拐杖往天上一扔，拐杖就变成一座大银桥，直接通到月亮上去了。哇！然后道士就邀请唐玄宗一起走上桥，进了传说中的广寒宫。皇帝亲自去月宫玩了一趟，这经历也太奇幻了吧？他在月宫里看到什么了？传说里说啊，他看到特别漂亮的宫殿，还有好多仙女穿着白色的衣服在桂树林里跳舞。更重要的是，他听到一种特别好听的音乐，是人世间从来没有过的。仙乐啊！对，等回到皇宫以后，唐玄宗记性特别好，音乐天分又高，就凭着记忆模仿乐宫里听到的调子，创造了一部非常有名的宫廷乐舞《霓裳羽衣曲》。我的天，原来《霓裳羽衣曲》这首名曲的灵感，传说是来自中秋游月宫。这个故事真是把中秋节的浪漫和艺术感推到顶了。的确是这样，虽然这更像是后人的一种想象和附会吧，但它跟唐代那种开放、包容、充满想象力的文化特别大。它也说明，在唐朝人心里，中秋节已经不光是看看月亮、想家想亲人了，它还是一个能沟通人间和仙境、能激发艺术灵感的神秘时刻。这些传说啊，互相交织在一起，就构成了中秋节特别丰富的文化想象空间。听完这些历史怎么来的，还有这些动人的传说，感觉中秋节的内涵真是一层又一层啊！既有最早对自然的崇拜打底，又有唐宋文化的诗意，还有神话传说带来的无限想象。那么，说回到我们现在吧，
在现代社会，我们过中秋的方式好像更多了。除了传统吃月饼、看月亮，现在还有灯会啊、出去玩啊，甚至自己在家做月饼的等等。这些变化说明了什么呢？你观察的挺对的。现代社会节奏快，信息也发达，庆祝中秋的方式确实是五花八门了。最核心的还是家庭团聚，很多人会好好准备一顿团圆饭，这个是主流。对，团圆饭很重要。吃完饭，赏月的方式也多了，可以在自己家阳台上、院子里，也可以去公园呐、河边呐、山顶啊这些地方。年轻人呢，可能更喜欢约上几个朋友，找个有点情调的地方聚一聚。是啊，还有各种中秋主题的集市、灯会也特别热闹。看到小孩提着各种各样的灯笼，特别是兔子灯，那种节日气氛一下就出来了。对，广灯会、看花灯也是很多地方保留或者说重新兴起的习俗。另外呢，生活水平高了，消费想法也变了，中秋送礼也不光是月饼了，选择多了去了。还有人利用中秋那个小长假出去旅游，去体验一下不同地方的中秋节是怎么过的。自己在家做月饼呢，就反映了现在大家对参与感、体验感，还有对吃的健不健康的追求。形式确实是越来越多了，但是这么多变化，这个节日最根本的意义和价值，你觉得变了吗？我觉得啊，虽然外在形式一直在变，但是中秋节最核心、最能打动人的那个价值，也就是团圆，以及跟团圆相关的那些情感联系，一直没变。甚至可以说，在现在这种快节奏的社会里，反而显得更宝贵了。不管是跟家人坐在一起吃顿饭，还是跟远方的亲戚朋友打个视频电话问候一下，或者是跟朋友聚在一起看看月亮聊聊天儿，中秋节都提供了一个机会。它提醒我们，暂时把忙碌的工作、日常的琐事放一放，去关心一下、维护一下我们生命里那些重要的人际关系。这种对亲情、友情，对所有我们珍视的感情的回归和强调，才是中秋节能够穿越千年，到今天还能让我们心里产生共鸣的根本原因吧。这个观点我挺认同的。形式是外在的，里面的情感连接才是节日的灵魂。今天咱们确实聊得挺深入的，从上古时候人们对于月亮的敬畏和祈求开始，一路说到唐宋时期赏月文化怎么兴盛起来，月饼怎么普及开来，然后又重新感受了嫦娥、吴刚、玉兔、唐玄宗这些传说，里面有牺牲，有坚持，有希望，也有浪漫。是的，你回顾整个过程，就会发现中秋节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复合型的文化现象。它把古人对宇宙天象的理解、农业社会的需求、一代代文人的感情寄托、老百姓丰富的想象力，还有最重要的对家庭团圆、人与人和谐相处的永恒向往，都融合在了一起。它既是一个时间点，也是一个情感的凝聚点。说得真好。那在我们今天聊完之前啊，我想留给你一个可以思考一下的问题。你看啊，古人最早过中秋的一些习俗，是建立在他们对月亮力量的比较朴素的认识和相信上的，比如觉得月亮影响种地、影响潮汐什么的。现在呢，我们靠科学对月球有了很多物理上的了解，甚至人也上去了。那么你觉得这种现代的科学认识会不会在不知不觉中影响我们跟这个古老节日在心理上的连接呢？虽说我们还是会讲那些神话故事，还是看重团圆这个传统，但是我们跟头顶这轮明月之间的关系，是不是也在发生一种挺微妙的，也挺深刻的变化呢？这个问题啊，也许正适合我们在下一个月圆之夜，一边看着月亮，一边慢慢想一想。